卫报调查显示，理事会已经让成千上万的粗糙的露宿者和无家可归的人乘坐火车、公共汽车或者机票离开该城市。在过去的4年里，有些人甚至离开英国。门票是通过重新联机政策购买的，旨在鼓励粗糙的露宿者自愿返回他们自己的家庭和有支援的地区。该政策被描述为街头清洗，一些活动家和国会议员被批评为不负责任。卫报获得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83个地方议会共购买了6810张单程票，把流浪汉们送走。地方当局为该政策辩护，称这些票是自愿接受的，只有在提供可验证的住宿和有支援的情况下才会提供。然而，一些露宿者表示，他们得到一张他们从没去过的地方的车票，感觉好像没有选择。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议会提供信息获得的数据，露宿者被送往英国或国外其他地区后，一般都没有得到跟进。对接收露宿者的人，情况知之甚少。专家们表示，如果没有支援和住宿，该政策不会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只会将它转移到另一个露宿的地区。提供单程票的数量，大伦敦地区占了大部分，其中有4159张票，超过1/3的目的地是英国之外，主要是去往东欧。自2015年以来，牛津、诺丁汉、布莱克普、曼彻斯特、莱斯特和埃克塞特的当地政府已经购买了100多张单程票。35岁的菲利普·塞姆斯说，2年前他无家可归的时候，有人给了他1张去伯明翰的单程火车票。他说，我和我的前任分手后，在沙发上待了几个月，我已经到了极限。他们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1张去伯明翰的火车票，这样你就可以住在那边的旅社。他们说，在我居住的整个英格兰东南部没有我的住所，我无家可归。他们试着找了几个小时，说唯一能提供的就是1张去伯明翰的火车票。我说，我只需要找个地方住。英国应该是第一世界国家。塞姆斯说，他们问他是否认识伯明翰的任何人，他解释说不认识。我说，我这辈子从没去过伯明翰，当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我感到很失落。在今年4月之前，英格兰的地方当局只会向有当地联系人的无家可归者提供支持。在4月份实施无家可归减少法之后，他们必须将没有当地联系的无家可归者转介到他们被认为有联系的国家的某个地区提供支援服务。22岁的加博尔·卡萨小时候从匈牙利来到英国，他说东欧的人们经常会得到返程飞机票。我听说议会给人们提供单程火车票。他们经常说他们在伦敦没有住处，他们想把人赶走，送他们出去。他们还向东欧人提供机票。他们曾试图对我做过1次。最脆弱的人可能会接受，但如果他们在这里有工作，大多数人不会走。一些委员会的人仍然以一种让你觉得必须接受的方式提供车票。如果你不接受，他们说是你让自己无家可归，没人会帮助你。我知道他们仍然会提供飞机票。他们说，我们可以帮助你重新与某国取得联系。如果你不接受，他们说他们没有其他可以帮你。他们说他们希望你合作。但是有些人没有什么家可回，他们把人送走了。你在另一个地方一样是无家可归，但在我的国家能挣的钱太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克莱尔·马修斯在伯恩茅斯经营一家汤厨房，那里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
发生了119次被重新联系。他说，他遇到的那些粗野的露宿者对他说，这项政策其实是清理街道，只有委员会跟进并提供支持，单程票才是正确的帮助。英国前卫生部长诺曼·兰姆直言不讳地说，在英国，无家可归的露宿者越来越多。他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人道的，完全不恰当。我意识到，许多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也在与心理健康问题和毒瘾问题做斗争，和试图应对一系列挑战的人打交道时，将这一政策作为清理一个地区或城市中心的一种手段，是令人厌恶的，不应该发生。现在有多少人在街头无家可归，真是可耻。当被卫报联系时，牛津市议会表示，如果没有他们的充分合作，他们永远做不到重新联系粗野的露宿者，并确保有合法和可核实的提供床位和支援。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的一位发言人说，重新联系是自愿的，提供给非英国公民回家机票的服务，能让落魄的露宿者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布莱克普市议会表示，每年有200名没有当地联系人的无家可归者联系他们寻求帮助，其中2/3的人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无家可归者慈善机构表示，在适当的情况下，这项政策可以帮助露宿者重建他们的生活，但通过单程票将人们转移到国家的另一个地方，而不采取后续措施，可能会加剧这个问题。首席执行官乔恩·斯帕克斯表示，今年生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无家可归减少法消除了地方联系的障碍。这种新方法是利用一切机会解决某人的无家可归问题，而单程票不符合法案的措辞或精神。社区秘书詹姆斯·布洛肯希尔说，地方当局有责任为他们所在地区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最近加强了对理事会的工作指导。